最开始的时候，希特勒对英国人的态度并没有那么的想要赶尽杀绝，所以当德军的坦克把盟军挤压到敦刻尔克海滩的时候，他下令停止进攻，也就是想卖一个人情给丘吉尔。一方面看看英国人是否领情，另一方面呢，也可以让英国人看到纳粹德国的强大，让他们之后在选择是否要跟纳粹德国为敌的时候可以慎重考虑。毕竟英国孤悬海外，如果英国人可以迫于压力妥协也好，或者是领情于德军没有在敦刻尔克第一时间赶尽杀绝也罢，如果英国可以承认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继承事实的霸权就可以了。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抽身去对付东边的他的好盟友苏联。而另一个他需要提防以及安抚的就是大洋彼岸的美国。虽然纳粹德国在欧洲大陆上已经是无可争辩的老大，但面对强大的美国，这点自知之明希特勒还是有的。况且欧洲跟美国之间隔了一个大西洋，他不会去主动招惹美国，只要美国人不参与到欧洲的争端里来就行。好在呢，当时的美国社会孤立主义盛行，你想来也是，美国的西边是太平洋，东边是大西洋，无论亚洲或者欧洲打成什么样，战火都很难燃烧到美国本土，而且当时又没有洲际导弹，所以纳粹德国驻美国的大使馆每天都在不遗余力地拉拢孤立主义者，提高孤立主义的声量。Despite the propaganda and confusion of recent months, it is now obvious that England is losing the war. 而且希特勒本人也多次公开向美国人呼吁，德国热爱和平，对法国的战争也是迫不得已。他们甚至在敦刻尔克停止进攻，让盟军可以从容撤退，并且在此之后多次喊话丘吉尔，他对大英帝国十分钦佩，也十分认同大英帝国的重要性，所以他才没有在敦刻尔克对大英帝国下死手。他也从来没有要挑战大英帝国地位的企图，只是希望大英帝国可以让他们在欧洲大陆畅行无阻。6月到7月间，希特勒都在不厌其烦地呼吁和平，以至于瑞典国王跟梵蒂冈教皇都表示愿意出面调停。美国国内很多有分量的政治人物也纷纷站出来表态，希望英国跟德国能达成一致。而丘吉尔则看透了希特勒的小把戏，坚定地说，如果要让英国同意德国的提议，那希特勒得用实际行动来证明，而不仅仅是口头保证。纳粹德国必须恢复捷克斯洛伐克、波兰、挪威、芬兰、荷兰、比利时以及法国的独立还有自由。那这样一来，英国的态度就十分的明显了。于是，在7月16日，希特勒下达了对英国作战的第16号指令，大致内容就是：鉴于目前英国毫无妥协的意愿，所以准备在英国登陆作战。主要的目的就是消除英国作为可能的对德国作战的基地。在必要的时候予以占领。入侵英国的计划代号海狮。有个值得强调一下的问题，那就是最初的时候，希特勒似乎是真的没有打算对英国发动战争，可能是出于觉得不屑，因为法国一战6个星期已经足以向盟军展现出纳粹德国的强大，所以觉得英国不会愚蠢到继续与纳粹德国为敌。又有可能是觉得没必要，因为德国只需要维持在欧洲大陆的自由行动就可以了。毕竟英伦三岛在英吉利海峡对面，英国人不会也不能在欧洲大陆上阻挠德国。而事实上呢，也确实如此。6月17日，在法国要求停战的当天，最高统帅部的作战部长约勒就命令下属通知海军，元首至今都没有表示过任何要登陆英国作战的意图。而在贡比涅谈判的当天，陆军的总参谋部就明确地告诉海军，陆军对英国不感兴趣，陆军总参反对进攻英国。虽然海军元帅雷德尔早在1939年就研究过登陆英国的可能，但那也仅仅是个别军事将领的个人研究。因为直到5月27日，英国人开始在敦刻尔克撤退的时候，纳粹德国甚至连一艘登陆舰都没有。即便到了7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第16号作战指令的3天后，他在国会发表演说，依旧在跟丘吉尔喊话，希望跟英国谈判。他说看不出有任何继续打下去的理由。但最终希特勒还是下定决心要对英国动手，可能是出于对丘吉尔的恼羞成怒。因为在希特勒看来，他多次向丘吉尔递橄榄枝，都遭到了对方无情的拒绝。作为一个目前志得意满的独裁者，他自认为跟丘吉尔喊话要和谈，是在给丘吉尔台阶下。而对方既然胆敢多次拒绝自己的恩赐，那么就让英国人尝一尝纳粹铁蹄的厉害。于是，在匆忙之间拿出了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要知道，实际上德国海军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早在几个月之前，在准备吞并丹麦跟挪威之前，海军元帅雷德尔就曾经给过希特勒建议，如果再等几年，等到德国海军全面发展起来，到那个时候再想进攻任何国家都会变得轻而易举。只不过希特勒并没有这个耐心了，他制定好的计划是最迟将在9月15日对英国发动进攻。而现在要渡海对英国发动进攻，且不说纳粹德国的海军目前有没有这个战斗力，甚至就连最起码的登陆艇都没有。所以7月29日，海军的总参谋部起草了一份备忘录，里面就明确地指出，目前不应该对英国发动进攻，建议延迟到第2年，也就是1941年的5月份再做考虑。但是希特勒偏偏要在当下来考虑这个问题。7月31日，他召集各军事将领开会，会上海军元帅雷德尔就目前的状况做出了分析。因为没有专业的登陆舰船，所以要运送部队渡海，就必须要有好的天气和海况，不然普通的驳船遇到稍大的风浪就会翻覆沉没。而且就目前的天气状况来说，即便有短暂的好天气可以运送第一批部队渡海，也很难保证可以继续运送第2批和第3批以及登陆部队所需要的物资。所以综合一系列因素考虑，最终给出的建议依旧是最有利的进攻时间是1941年的5月。但是希特勒没有耐心等那么长时间，现在他可能已经开始懊悔，就在短短1个月之前，他在敦刻尔克海滩放了英国人一马，让英国人可以顺利撤回。因为他说虽然现在各方面条件看起来不利于德军登陆，但这个时候是英国人最脆弱、最丧气的时候，如果再过8个月，英国人大概率会重新振作起来。可能还是那个急于凸显自己重要地位的帝国空军司令给了希特勒一些建议。他对希特勒说目前海军没有准备好，而陆军无法渡海，但我们空军随时待命所以可以先用空军对英国进行作战，特别是对英吉利海峡对面英国南部地区进行密集的轰炸。等取得制空权过后，将由帝国空军掩护渡海，在英国南部抢占一块海滩，到时候陆军登陆就可以畅行无阻了。于是希特勒就告诉总参谋长哈尔德以及海军元帅雷德尔，先让空军上看看空袭效果，如果空袭效果好，英国的机场、码头、海军空军遭受到重创，帝国空军取得了制空权，那么海狮计划就按照原定的9月份进行。如果空袭效果不尽如意，那么海狮计划就推迟到1941年的5月。戈林把空袭英国的作战计划代号为鹰。当希特勒跟最高统帅部敲定了具体进攻步骤之后，戈林下令8月13日正式开始鹰计划。而在前一天，他们就已经开始轰炸了英国的雷达站。只不过戈林可能当时没有意识到雷达对于空战的作用到底有多大，所以对英国的雷达轰炸只持续了8月12日1天。虽然是完全炸毁了1座，损坏了5座，但这对于大面积的空袭来说是远远不够的。之后他们就转而去轰炸了英国的机场以及飞机制造厂，虽然也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是纳粹空军的损失相对来说更大。因为英国皇家空军在雷达的协助下，可以明确的知道来犯的纳粹空军飞机的具体数量，甚至可以推算出他们的飞行航线以及明确的攻击目标。这就让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是带有明确目标的拦截，效率非常高。所以开战的头10天，戈林非常郁闷，因为纳粹空军的损失每天都是2倍甚至3倍于英国皇家空军。但是后来纳粹空军发现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经常可以听到英国的地面雷达站跟飞机上的驾驶员通过无线电通话，指挥他们精确进攻。于是8月24日的时候，他们又开始打击雷达。纳粹空军的这一改变对英国皇家空军来说是致命的打击。戈林下令从8月24日开始，纳粹空军每天派出1000多架飞机对英国进行几乎不间断的轰炸。而这个时候，纳粹空军的数量优势就凸显出来了。纳粹空军的飞机总数是将近3000架，而英国皇家空军保卫英国本土的飞机总共700多架。再厉害的空军你也经不住车轮战，英国皇家空军的飞行员几乎是得不到休息的。更严重的是，7个关键的雷达站有6个遭到了猛烈的轰炸，5个机场几乎被完全摧毁。到了9月6日的时候，英国皇家空军的损失已经比纳粹空军多出将近50%，而最要命的是，飞行员伤亡1/4。连丘吉尔自己都说，如果这种情况再持续1-2个星期，那么英国皇家空军就会完全崩溃，英国就再也没有能力阻止德军从天上进攻英国，到时候德军对英国的入侵就会毫无悬念的成功。
但是希特勒在这个时候又做了一个对他们来说是致命的决定，这个决定甚至比5月底在敦刻尔克海滩放了英国人一马还要致命，而起因仅仅是因为一个失误。几天之前，几架德国的轰炸机因为弄错了航向，他们原本是要去轰炸伦敦郊外的飞机制造厂及油库，因为一时失误而把炸弹投向了伦敦市中心，炸死了几个平民，炸毁了几栋房子。英国人认为德国人这次对伦敦市区的轰炸是故意的，所以他们第2天就对德国展开了报复，派了81架轰炸机去轰炸柏林。英国这次报复性的对柏林的轰炸本身并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天气不好，导航有误，绝大部分的英国飞机都没能找到目标，而真正投下的炸弹也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失，甚至都没听说有人员伤亡。而这次轰炸对希特勒来说是伤害性不大，侮辱性极强，因为这是柏林有史以来第一次遭受空中打击。况且空军司令赫尔曼·戈林在鹰计划开始之前跟全国人民保证过，绝对不会有一架英国飞机能飞到柏林。没有一个德国人认为英国会有这个本事把飞机飞过英吉利海峡飞到柏林，以至于夸张到炸弹爆炸之后第一时间赶到现场的不是消防局，而是煤气公司。德国人觉得煤气泄漏造成爆炸的可能都比英国空袭的可能性要大。而且过了2天，英国又派了10几架飞机轰炸柏林，这次炸死了10个人。对于独裁者来说，输赢并不重要，脸面才是他们最在意的事情。英国此举毫无疑问地让这些独裁者颜面尽失，因此纳粹高层震怒。希特勒发表演说，怒怼丘吉尔：“你轰炸我的柏林，我就把你的伦敦夷为平地。”9月7日傍晚，纳粹空军动用了625架战斗机以及648架轰炸机，对伦敦展开了地毯式的轰炸。从这天开始，往后的57天，伦敦每天都会面临这种大规模的轰炸。希特勒的确是做到了，他确实把伦敦夷为了平地，并且把已经沦为平地的平地再次夷为平地。但问题是，你炸城市有什么用？城市里没有任何有价值的战略目标。而轰炸目标的转移，就使得原本快要崩溃的英国皇家空军得以喘息，就让他们有时间去修复他们遭到损毁的雷达站，修养他们的飞行员，维护以及制造他们的飞机。而且很快，英国人就阵营，希特勒转头决定对伦敦的轰炸，对纳粹德国来说是有多么的愚蠢。9月19日中午，200架纳粹空军的轰炸机在3倍战斗机的护航下，从英吉利海峡飞向伦敦，还没有到达伦敦上空，就遭到了拦截，很多直接就被驱散了。虽然也有少量的飞进了伦敦，但还没来得及丢下炸弹，就直接被击落了。从这天开始，纳粹空军就再也没能在白天对英国进行打击，英国空军彻底恢复了。其实自打这天开始，就已经能看到不列颠战役的结果了。估计希特勒自己心里也很清楚，因为在2天后，也就是9月17日，他无限期的推迟了海狮计划。虽然希特勒嘴上不说，但实际上对英国的登陆作战已经不可能了，所以往后对英国的空袭也大多数都属于象征性的，让别人看起来觉得纳粹德国依旧准备随时横渡英吉利海峡登陆英国作战。而这个别人正是希特勒在东边的好盟友斯大林。之所以让斯大林认为他们依旧会继续随时登陆英国，是因为实际上他真正要进攻的是苏联。希特勒对苏联、对共产党好像一直都是赤裸裸的仇恨，除了在进攻波兰之前有过短暂的逼不得已的热情，其余时间好像从来都没有过好脸色。从他上台之前就开始一直不遗余力地诋毁咒骂共产党，而且自打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以来，希特勒因为要在西线发动战争，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几次都让苏联占尽了大便宜而没有声张。那现在既然登陆英国无望，反正英国暂时也遭受到了重创，而且还有英吉利海峡的隔挡，那干脆就转向东边，跟斯大林那个老九尾好好的清算一下新仇旧恨。